李长寿拱拱手，看着面前悬浮的这一排玉符，那我就开始安排了。全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李长寿仔细辨认，确定无误之后，将左侧3枚玉符同时捏碎。同一瞬，玉鼎真人白泽处各有1枚玉符破碎。白泽自临天殿总殿深处睁开双眼，一声令下，等待多时的数十道黑影到他近前，由白泽开启了身下的挪移大阵，他们已经等候多时。玉鼎真人于某处大千世界中微微皱眉，看着数百里外山林中正盘腿打坐消化渡劫感悟的杨戬，目中带着几分忧色。随之玉鼎真人主动带着杨禅远离此地，要3日之后再给杨戬发传信玉符，引杨戬去某个地点。与此同时，3000世界某个角落中，那比起数十年前显得枯瘦许多的西方教圣人弟子须菩提慢慢睁开双眼了。须菩提看着手中轻轻闪烁光亮的玉符，审视着心底冒出的那几句话，禁不住冷哼了一声，哼，多此一举。言罢，须菩提身形渐渐虚淡，准备3日又3个时辰后去寻杨戬的踪迹。洪荒5部洲，天庭太白宫。李长寿的手掌拂过面前的大铜镜，其上渐渐的模糊又迅速变得清晰，却是显示出了3个区域3幅画面。其一，白泽带人在一处凡人村落中布置着什么；其二，杨戬正在林中静静修行，只是比起玉鼎真人此前提供的画面，此时是明显换了一个拍摄角度。其三，东海之上10万天河水军在卞庄的率领下操练着新的斗兵战阵。李长寿闭目沉思，梳理着自己的整个计划安排。杨戬这一路的成长轨迹，这一次次安排的机缘与历练，以及杨戬自己遭遇到的磨难，尽数投影在李长寿心底。考题已经出好了，就看你能否及格了。杨戬。太白金星。洪荒天地，某个较为边缘的3000世界，一处简陋的凡人村落。夜深人静时，村落中烛影摇晃，能听到1、2笑语声。刚在此地除完妖准备离开的杨戬，并未现身去接受这些凡人的称赞膜拜。他在村外山坡上等了半日，确定是否有漏网之鱼。此刻杨戬驻足站在漫天星辰之下，抬头仰望着星辰，不禁开始寻找传闻中的那颗星辰。时辰好像不对，此时刚入夜不久，脚边一只刚半尺高的白犬正在轻轻地蹭着他的布靴。杨戬嘴边露出温和的笑意，将这只小犬摄到掌中，化作一枚玉佩放入怀中，身影一跃而起，朝天边而去。不借白云，不凭法宝，肉身横渡乾坤，还能有这般急速。刚度过金仙劫的杨戬，实力确实又有了飞跃。一束青光自虚空激射而来，杨戬打起精神，主动迎着青光而去，张手在其中摘出了一只玉符，对着玉符拱手行礼。能找到我的，只有一直藏在附近的师父吧。虽然杨戬也无法确定此事，而且这些年中数次险死还生也是靠自己挺过来的，师父并未现身。但是杨戬其实能够感觉到师父离着自己并不远，顺带着有些粗看十分合理，细看也没有什么问题的机缘，杨戬也会觉得自己拿到的太过顺利了一些，仿佛自己走的这一条路早已经被人放下了许多的好处。做这些的又会是谁？应当不是师父，师父素来独行，且只有太乙师伯等1、2好友，若要安排这些机缘给我，怕是要动用数不清的人力。是那些想让我快些起事，从而达成某种目的的势力吧。我又不是傻子，怎么不知从我出生开始就被卷入了这天地间最顶级的几大势力之争？心底如此想着，杨戬将手中的玉符开启，看到了其内的内容。
某个大千世界有妖魔作乱，似是在借凡人生魂修行，需他立刻过去一趟。与前几次师父给自己的玉符内容相差不多，杨戬并未迟疑，凭空抓出3尖2刃枪，提在身后，身形横渡虚空，朝着师父给的方位匆匆赶去。但这次与前几次不同，杨戬赶到时，那妖魔掳走了一座偏僻村落中的人与牲畜，空旷的村落中只有淡淡妖气残留，正随风消散。杨戬仔细的探寻，竟然是完全找不到蛛丝马迹，只道这妖魔前踪匿迹的功力十分厉害。在方圆数千里内搜查了半日，各处都是一片祥和，此地也有不少炼气师。无奈之下，杨戬又回到了这一处村落，这一次却见到了在村口徘徊的2个孩童，于是向前细问，得知这2个凡人孩童是在山中贪玩，才躲过了这一劫。当下杨戬将他们带去了附近城镇安顿，花费了些许零食，安置在此地炼气士聚集的酒楼中，又下了下那酒楼的掌柜。送这一对兄妹去一处房间之后，杨戬抬手摸了摸他们的脑袋，叮嘱他们不要乱走，并留下了一枚带有自己气息的玉符，便转身离开了。刚出得房门，杨戬就听到了其内那年纪稍小的女童抽泣。哥，以后我们该怎么办呀？爹娘他们是不是不要我们了？没事，哥护着你。仙人不是去帮我们找爹娘了吗？杨戬脚步一顿，神情变得有些低沉，缓缓闭上双眼，想让自己道心宁静，但是心底却总是浮现出那几幅被他刻意深埋的画面。街头，2小只身影裹在一床被子中，熬着不眠夜。苦笑了一声，杨戬摇摇头，继续去搜寻师父所说的妖魔之下落，但是寻不到，各处都寻不到。那淡淡的妖气仿佛是在故意挑动他的心神，每次自以为找到了线索，追上去却只是徒劳无功。但是偏偏心底那些画面不断的浮现，那杨府的惨剧，天兵拍碎那道护在自己身前的身影时四溅的鲜血。数次寻找无果，杨戬的眉目泛起了一丝戾气，低声怒喝，左脚跺地，脚下荒山轰然坍塌，坚石崩碎成粉末。烟尘中，杨戬凭空而立，闭上双眼，想让自己的心神恢复平静。忽听耳旁传来了有些熟悉的嗓音：杨戬，你终于忍不住了。那西方教的老道。杨戬睁开双眼，却见一道近乎虚淡的身影站在他面前，自是须菩提的神念所化。滚！须菩提的神念轻轻飘荡着。当真是想让贫道滚吗？那为何你不对贫道举起手中灵枪？杨戬，你是个聪明人，心里定然也存了借势而行的念头。只是如今贫道已不必多费心思，只需告诉你一件事，你定会奋不顾身，迫不及待要去天庭救你那可怜的母亲。天庭应当是要将你母亲抹掉了。胡言乱语！杨戬双目中迸发出2道神光。我岂会受你蒙骗？当真是蒙骗吗？须菩提的嗓音直入杨戬道心，尾音在杨戬灵台各处回荡。你仔细想想，你母亲名义上是天庭的公主，3界主宰之妹，却只是玉帝历劫时的凡人兄妹。她私配凡人，生育1儿1女。更讽刺的是，这凡人原本早已成家，还有子嗣。这是什么？耻辱！当年取笑玉帝的炼气士数不胜数，无比热闹。若非你拜师玉鼎，成了阐教弟子，让天庭有所忌惮，你母亲能活到今日？可如今又不同了，杨戬。杨戬的一双拳头紧紧攥起，脖颈青筋暴起，额头间闪烁着暗红色光芒。须菩提继续道：如今天庭已经得了势，封神大劫便是为天庭大兴。你一个阐教3代弟子，已不被他们看在眼中，别说是你师父又如何？
这2日，天庭之中都在传有关你母亲要被挪去凡尘镇压之事。倘若这个过程中出现点意外，突然来几只妖魔，死些天兵天将也是无妨。你母亲丧命于乱军之中，玉帝与那太白金星在假惺惺的落几滴泪，赚些生命。嗡的一声，杨戬手中长枪毫无征兆的前刺，须菩提的神念顷刻被搅碎。须菩提只是留下了一声轻叹，再无法多说，神念彻底消散。杨戬站在夜空中，阴云遮月，暗淡无星，胸口在不断的起伏，他在不断的压制道心。西方教明显不怀好意，我必须考虑阐教道成与师父的立场，不能让师父难做，不能。缓缓呼了一口气，杨戬收起长枪，转身就要朝着那一对兄妹所在的城镇而去。但他在空中刚走出2步，身形豁然转身，对着夜空跪伏而下，猛地磕头3次。师父，弟子不孝，还请师父安顿好那对孩童。言罢，杨戬长身而起，掌心血芒涌动，身形化作一只破云苍鹰，朝着5步洲的方向激射而去。杨戬刚刚跪伏的方向，玉鼎真人皱眉负手而立，禁不住轻轻一叹。老师，杨禅满是担心，我哥他不必害怕。言罢，玉鼎扫了扫衣袖，带着杨禅自此地离开。那对孩童自有白泽的人前去安置。那一座山村的村民也在数日之后回返了村寨。母亲，天庭。疾驰中，杨戬的心底翻涌着这几个字眼，道心之内风起云涌，本想去极力的压制，让自己保持冷静，但幼年那些画面却如同山洪一般，冲垮了他构造多年的堤坝。他修8九玄功，虽御空飞速不慢，但终归有限，去5步洲的路显得太过遥远。冷静，必须保持冷静。我必须想办法，利用我能调动的一切，去跟天庭交涉。可我能利用什么？没了师父的护持，只有一杆长枪，一身战甲，孤身一人罢了。渐渐的，杨戬心底泛起了绝望的情绪，但这些绝望瞬间化作了愤怒，化作了前冲的动力。7日之后，他看到了沐浴在太阳星光芒中的5步洲天地，心底只剩下一个念头：冲进去，去天庭，哪怕付出一切，也要将他从那座山下拉出来。东海之东，天涯海角，一抹血色流光极快地穿过此地，向着高空激射。但这流光刚飞出去不过数千里，空中出现了一道透明的壁垒，将这流光硬生生地拦下。就听一声轰鸣，杨戬身形立刻后撤，目光依然清澈，自身还算冷静。他看向前方的蔚蓝天空，那一道被他撞出裂痕的光壁，以及在光壁之后缓缓现身的一排排银甲天兵。陷阱！杨戬瞳孔一缩，突然意识到出现在此地阻拦他的天兵，只是对那西方教老道话语的佐证。天庭有太白金星，算无一策，均衡天地。我恐怕早已被太白金星盯上，母亲将被抹杀之事，并非虚假。众天兵收起手中兵刃，那道光壁消散，一名金甲天将迈步前行，朗声道：“来者，可是阐教弟子杨戬啊？”“不错。”“吾等奉太白星君之命，在此阻拦于你。星君有言，让你莫要自误，珍惜今后前程。若我今日非要自误，又如何？”金甲天将面无表情，手中宝剑高举，道道金光闪耀。就见东海上空的乾坤出现一层层波痕，一排又一排的天兵出现在此地，多是手持盾牌的壮汉，或者是手持弓箭的女仙兵。不对，他们并非生灵，而是神通道兵。杨戬立刻辨出了这些身影的身份。刚刚拦下他的那些天兵天将迅速后退，漫天的道兵已经是将方圆数十里围得水泄不通。这些道兵竟然各自还排出战阵，稳稳锁定了杨戬。而在这些道兵之中，
有一名名气息强横的生灵，似与道兵相近，但给了杨戬淡淡的压迫感。我竟毫无察觉，就落入这般埋伏。那金甲天将躲去了千里之外，嗓音再次飘来：违背星君之命，生死自是难定。杨戬，今日再给你一次退走的机会。把母亲还给我！杨戬低声道了句，又面露凶色，握紧长枪，目光穿透千里，让那金甲天将下意识地后退半步。把母亲还给我！起阵！一道道光柱在东海上空亮起，化作天地囚笼。杨戬已知今日再无退路，双目机遇喷火，身形就要冲天而起。且慢！又听一声轻喝，杨戬动作一顿，各方被天兵们远处操控的道兵也同时停下动作。杨戬微微皱眉，面露不信，扭头看向背后，那里一名面容清秀、身着长袍的青年道者提着一杆长枪缓步而来。乾元山太乙门下，灵珠子。杨戬目中带着几分愕然，低声问：师兄，你要阻我？灵珠子抿着嘴唇，握紧长枪，似乎不想多说半个字。杨戬也不由得陷入了沉默，凝视着灵珠子的身形，几次攥紧三尖两刃枪的枪身，又几次将灵枪松开。为何？奉师命。今日我行事与阐教无任何关联。你本就是阐教弟子，如何没有关联？杨戬闭上双眼，轻轻呼了一口气，并未声嘶力竭地呐喊自己的为难，也并未多说半句自己的信念。长枪紧握，双目再无任何犹豫，只剩坚定。一战。